近日，一辆绿色涂装的子弹头列车从拉萨出发，一路穿过高山河谷，抵达西藏林芝市。当日，中国铁路局宣布，从拉萨到林芝的川藏铁路拉林段正式通车复兴号。至此，复兴号实现中国31个省区市的覆盖，仅有台湾还未通车。当天，复兴号进入拉林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印度，并且引起印度舆论的哗然。不少印度媒体表示，对于莫迪以及13亿印度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惊天噩耗。为何中国的子弹头列车对印度如此有杀伤力？首先要知道的是，林芝位于中国藏南地区，靠近中印边境，长久以来这片区域都是人烟罕至。但是从去年的中印双方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这片地区成为全球焦点。而拉林铁路全长435公里，列车设计时速为160公里，从拉萨到林芝只需3个小时，并且其东南端距离麦克马洪线仅20公里。据获悉，整条铁路线耗资3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造一艘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价格。而对于印度来说，在自己家门口放一辆子弹头列车，可比放一艘10万吨核动力航母更可怕。中国与印度一直以来存在边境领土的争议问题，这也是去年中印爆发边境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去年加勒万河谷的冲突，实际上可以说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延续。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62年，那一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线爆发战争，而战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恶劣，则成为双方必须克服的困难。高原、严寒、山谷、山高、谷深都极易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而解放军依靠在过去战争中学习的穿插迂回以及分割包围战术战胜印度军队，此事也深深刺激到了印度人。不过，在打退印军后，解放军选择主动撤军，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边境地形过于复杂，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很大程度上得依靠人力与畜力，根本维持不了多久。战争结束后，被挫败的印度人开始着力培养山地部队，并且组建号称世界第一的山地军。在几次印巴战争中，这些部队倒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印度来说，如果谁都无法真正克服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那么边境问题就会一直解决不了。换句话说，谁要能掌握中印边境快速运输能力，谁就能掌握边境领土的主导权。那么，拉林铁路对于印度而言究竟会带来什么？首先，铁路运输带来的直观体现就是让解放军后勤能力大幅度上升。而这也弥补了1962年的时候解放军在边境后勤不足的困境。藏南地区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区，物资不是那么好进来，而军队要长期驻守的话，后勤保障就必须做到位。而且我们知道，高原地区会很早入冬，气温甚至会低于-30度，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作为支撑，基本上是守不住边境的。这对于中印边境局势而言至关重要。其次，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恒河平原以北便是高耸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军队跨过青藏高原，面对的就是广阔的恒河平原。此时，中国决定对印度进行大兵团作战的话，印度军队会面临无险可守的境地。面对强势的中国陆军，印度军队将面临溃败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印度人唯一需要祈祷的便是中国无法在中印边境动员大兵团。然而，拉林铁路的通车将打破印度人的幻想。过去，中国军队要从成都集结开进藏南，至少得5天时间。但如今，解放军从川藏线再转拉林线，最短只要17个小时便可集结完毕。也就是说，在不到1天的时间里，解放军就能打破以往印度军队在边境的人数优势。此外，即使中国不动员西藏铁路进行军事活动，对印度来说依旧如鲠在喉，因为这些铁路将增加中国对南亚的辐射力度。如今，中国正大力建设“一带一路”政策，试图加强与周边邻国的经济联系，包括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也积极参与。而这些南亚国家以往被印度人视为自己的传统范围，如今中国人正在影响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印度把邻国尼泊尔视为自己的附庸，一直以来对尼泊尔进行经济与军事的干涉，而尼泊尔除了依靠印度别无他法，
对待印度的要求自然是言听计从。但自从中国把铁路修到西藏，并且还计划修建一条连接尼泊尔的中尼铁路，尼泊尔对印度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去年中印冲突期间，尼泊尔强拆印度边境哨所，还打死了越界的印度人。如今中国人在高原修起来铁路，直达藏南。那么这时候摆在印度人面前的就只有2个选择：一是自己在边境修建一条铁路，二是请国外在边境修建一条铁路。首先是第一种选择，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因为印度并没有在高原修建铁路的实力。如今铁路对于整个印度来说都是稀缺的资源，列车也很老旧，与中国的复兴号压根儿就不在一个等级上。那么印度请外国人来修边境铁路可以吗？有印度人提议请日本来帮造，毕竟日本有著名的新干线。然而印度还真的请日本来帮忙修过铁路，用以连接新德里与孟买。但问题是，这个高铁由于征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到今天已经接近破产了。恐怕日本人对在印度修铁路已经有阴影了。也有印度人提议请美国来造，毕竟美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铁路里程。然而美国人却要回一句，我们也没有。美国铁路如今早就褪去了过去的辉煌，全美只有一条全电气化铁路，而且仅55公里，也就是连接华盛顿到纽约的阿希勒特快，速度也远不如中国高铁。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建铁路的经验。全世界也只有一个国家有这个经验，那便是中国。也就是说，印度想在边境修铁路，最好的办法便是请中国人来造。但关于这件事儿，印度人自己想想就好。